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崖山海战。公元1279年的早春，中国南海的波涛里翻滚着寒意。在广东新会南部的崖门海域，一场决定东亚文明走向的战役即将打响。这不仅是南宋王朝与蒙元帝国的最后决战，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最为悲怆的节点。要理解崖山之战的重量，首先要理解此时的背景。自1276年临安城破，宋恭帝赵显出将，南宋在法理上其实已经接近灭亡。然而，在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等人的支撑下，赵氏皇族的余脉，一王赵夏，后来的宋端宗和魏王赵昺被护送出海，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，史称海上行朝。这个行朝不仅是一个政权，更是一种精神图腾，它承载着两宋300年来积累的士大夫精神与华夏正统观念。蒙元大军如水银泻地，从长江流域一路南推。元军统帅伯颜虽然北返，但其副手汉人将领张弘范接过了追剿残宋的任务。对于张弘范而言，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征服，更是一场确立新秩序的必要清洗。而对于南宋流亡朝廷来说，退无可退，身后便是茫茫大海。1278年，宋端宗病逝，年仅7岁的赵昺继位，陆秀夫任左丞相，与张世杰共掌朝政。此时的宋军虽然号称20万，其中正规军约数万，其余为家眷、官吏、宫女及流亡百姓，但早已是疲惫之势。他们在海上漂泊，缺衣少食，最终选择了崖山作为最后的落脚点。崖山位于珠江出海口西侧，地势险要，东有崖山，西有汤平山，两山夹一海，形势如门，故名崖门。这里成为了古典中国最后的堡垒。张世杰这位南宋末年的军事支柱，做出了一个在后世备受争议的战略部署。面对张弘范步步紧逼的水师，张世杰放弃了控制入海口的主动出击权，也放弃了再次突围出海寻找新基地的机动性。他下令将1000余艘战船在崖山内海一字排开，并用粗大的绳索将船只连结起来，船身四周筑起楼棚，形成了一座海上的连环城。从军事角度看，这是一种绝望的战术。张世杰或许想起了赤壁之战的教训，但他此刻面临的局势更为恶劣。他的考虑有二：其一，宋军多为南方人，甚至还有许多不习水性的北方流亡者和家眷，连州可以减少风浪颠簸，稳定军心。其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宋军已成惊弓之鸟，若不连州，一旦接战，极易发生溃散逃亡。他这是在破釜沉舟，断绝了所有人的退路，逼迫全军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然而，这种部署犯了水战之大忌，他丧失了机动性，将主动权完全拱手让人。元军统帅张弘范抵达后，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弱点。他并没有急于强攻，而是先占据了崖山的出海口，封锁了宋军的退路，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。更致命的是后勤，元军切断了宋军汲水和砍柴的道路。崖山虽险，却无淡水资源。被围困10余日后，宋军陷入了极度的困境，士兵们不得不喝海水，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呕吐和腹泻，战斗力急剧下降。在饥渴与恐惧的双重折磨下，这座海上的连环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座漂浮的棺材。尽管如此，宋军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。在之前的几次试探性进攻中，元军并未占到便宜。宋军凭借高大的楼船和火器数次击退元军，但张弘范不仅是良将，更是深谙攻心之道的战略家。他知道时间站在他这一边。1279年农历2月初6，决战的日子来临。这天的天气阴沉，海面上雾气弥漫。张弘范制定了周密的进攻计划，他将元军分为4路，试图从多方向围攻宋军防线。为了迷惑宋军，张弘范在清晨先奏响乐曲，佯装休整宴饮，实则暗藏杀机。待到中午，潮水上涨，风向转厉，元军突然发动了总攻。元军采取了火攻，但张世杰早有准备，他在船身涂满湿泥，并附以长木以拒火船。火攻不成，张弘范便转为强攻。此时
元军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和机动优势，他们集中兵力攻击宋军阵型的薄弱环节，而宋军因为船只被铁索连结，无法互相支援，只能各自为战，战斗异常惨烈。宋军将士深知国破家亡在即，爆发出了最后的血性，箭矢如雨，喊杀声震天，鲜血染红了海水，尸体堆积如山。然而随着战斗的进行，宋军体力不支、缺水少食的劣势暴露无遗。张弘范锁定了宋军的中军指挥船，他下令斩断宋军船阵的连接索，一艘接一艘地进行分割包围。宋军的防线开始崩溃。下午时分，元军突破了防线，逼近了赵炳所在的地州。此时的张世杰见大势已去，率领精锐试图突围，希望能保住赵炳。然而混乱中，他无法接近地州。战场的混乱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控制，指挥系统彻底瘫痪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心碎的一幕，也是古典中国精神最极致的体现。左丞相陆秀夫，这位44岁的儒家士大夫，此时正守护在7岁的小皇帝赵炳身边，看着元军的旗帜越来越近，看着周围的战船燃起熊熊大火，听着四起的悲鸣，陆秀夫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他没有选择逃跑，也没有选择投降。对于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宋代士大夫而言，气节二字重于泰山。之前的宋恭帝已经投降，受尽屈辱，陆秀夫绝不允许眼前的幼主再受耻辱。他必须维护大宋王朝最后的尊严，哪怕代价是死亡。实在，陆秀夫先是逼迫自己的妻子儿女投海自尽，以免后顾之忧。然后他换上朝服，整理衣冠，向赵炳行了最后一次君臣大礼。赵炳惊恐地问：“丞相这是何意？”陆秀夫流泪说道：“国事至此，陛下当为国死。得有皇帝宋恭帝受辱已甚，陛下不可再辱。”说完，陆秀夫将玉玺系在腰间，背起年幼的皇帝，一步步走向船舷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黄昏，这一大一小两个身影纵身一跃，跳入了冰冷刺骨的南海。这一跃划破了长空，也划断了历史。随着皇帝和宰相的殉国，绝望的情绪瞬间在宋军中蔓延。但这绝望并未转化为溃逃，而是转化为了决绝的追随。杨太后宋度宗杨淑妃听闻噩耗，大哭道：“我人死至今是为了赵氏的一块骨肉，现在皇上死了，我还有什么指望呢？”随即投海。接下来的场景是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悲壮图景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战后月7日，尸伏海上者10万余人。这10万人中，有战死的士兵，有不愿受辱的官员，有宫女，更有无数跟随朝廷流亡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。他们用这种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对旧时代的殉葬。张世杰虽然突围成功，但闻之帝后皆亡，悲痛欲绝。他在大风雨中焚香祷告：“我为赵氏，义已至矣。义君亡，复立义君，今又亡。我为死者，庶击敌兵退，别立赵氏以存嗣耳。今若此，岂天意也？”随后风浪大作，张世杰堕海溺亡。至此，南宋彻底灭亡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，认为宋代是中国进士的开端。而在后来的历史阐释中，又衍生出了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一极具争议的观点。这句话当然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为中国这个地理或政治实体的消失，而应该从文明形态、社会结构和精神气质3个维度进行深度辩证。其一，政治伦理的断裂，从共治到独裁。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政治的巅峰。太祖赵匡胤立下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，使得宋代拥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。皇帝与士大夫之间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共治天下的默契。士大夫拥有极高的主体意识，如范仲淹所言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。”他们不仅是皇权的执行者，更是道德的守护者和皇权的制衡者。崖山之败标志着这种精致的文官政治体系被野蛮的军事征服所打断。元朝建立后，实行严格的种族等级制度，4等人制，
汉族士大夫地位急剧下降，一度沦为九如十盖。更重要的是，之后的明清两代虽然恢复了汉人政权或汉化统治，但皇权专制程度大大加强，士大夫逐渐失去了宋代那种独立的人格和制衡皇权的能力，沦为皇权的奴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宋代那种开明理性的政治生态确实在崖山之后终结了。其二，文化精神的转折，从外王到内圣。两宋时期，中华文明展现出极度的外向性与创造力。科技四大发明的三项，经济、纸币、海贸、文化、理学、词章、书画都达到了前工业时代的高峰。那是一个自信、包容、精致的时代。崖山之战的惨烈结局给汉民族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，这种创伤导致了后来文化性格的内敛与保守。明清时期的文化虽然依旧繁荣，但更多表现为对传统的整理与因袭，如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，而非宋代那样的突破性创新。理学也从宋代探讨宇宙人生真理的活泼学问，逐渐僵化为禁锢人性的教条。那种刚健笃实、恢宏博大的汉唐气象与精致典雅、开放包容的赵宋风华，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异。其三，社会结构的重组。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崛起的时代，科举制的完善使得社会阶层流动频繁，而元朝带来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贵族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。虽然这种影响在明代有所回潮，但社会活力的丧失是显而易见的。所谓的无中国，并非指中华文明的断绝，而是指以宋代为代表的那种极具人文精神、贵族气质与平民活力并存的古典中国形态的终结。崖山之后，中国进入了一个更沉重、更压抑、更趋向于内卷和专制的后古典时代。崖山海战之所以震撼人心，不在于战术的得失，而在于它集中爆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刚烈的一面，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，很难理解为什么10万军民会选择跳海，这必须回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去寻找答案。宋代是中国儒家思想复兴的时代，程朱理学强调气节、忠义和纲常。这种教育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，更内化为一代人的骨血。文天祥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代表。虽然他没有亲历崖山海战，当时已被俘，但他的精神与崖山将士同在。他在被押解经过伶仃洋时，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。他在元大都囚禁3年，面对忽必烈的高官厚禄许诺，始终不降，最终从容就义。他在1代诏中写道：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人治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崖山的那10万俘师，就是成千上万个文天祥。他们或许没有文天祥的才学，但在那一刻，他们实践了儒家最高的道德理想。他们用生命证明了中华文明不仅仅有苟且偷生，更有超越生死的尊严。这种精神是古典中国最后的荣耀，它证明了宋代并非只有积贫积弱，在这个看起来柔弱的王朝内部，孕育着极其刚硬的精神内核。这种精神在后来的历史中虽然屡遭打压，但始终如草蛇灰线，福脉千里。每当民族危亡之际，便会再次迸发出来，如明末抗清、抗日战争。海风吹拂了700多年，衙门海域早已恢复了平静。昔日的战场如今已是繁忙的航道。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崖山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，这是一场文明的悲剧，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碰撞的结果。蒙元帝国的崛起是当时全球性的地缘政治事件，南宋的灭亡在军事上有其不可避免的宿命感。然而，面对宿命，宋人选择了最壮烈的方式来谢幕。这种选择使得崖山海战超越了普通的改朝换代战争，升华为一种文明的祭礼。崖山之后吴中国虽然过于绝对和悲观，但它提醒我们正视历史的断裂与创伤。元朝的建立确实强制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自然演进逻辑，使得中国社会偏离了宋代已经显露出的近代化曙光，如商业革命、市民社会萌芽，转而进入了漫长的内向型专制停滞期。
但是文明的韧性在于其再生能力。虽然古典中国在崖山落幕，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因此中断。元代虽然短暂，却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与疆域的奠定。明清两代则在废墟上重建了庞大的帝国体系，并孕育出了新的文化形态。崖山是终点，也是起点。它埋葬了一个精致的旧梦，却也留下了关于忠诚、气节与尊严的永恒火种。这火种在冰冷的海水中没有熄灭，反而因为那10万人的鲜血变得更加炽热深沉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之中，成为我们精神基因的一部分。当我们凝视崖山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失败，而是一座精神的丰碑。它告诉后人，一个文明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强盛时的辉煌，更在于它在绝境中如何面对死亡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。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